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合金弹头4代。本期仍然是百合子的投稿，选用的角色仍然是老崔。上半期攻略了前4关，本期是第5关和第6关。4代的关卡数量一共是6关。没有流程特别长的关卡。之前给大家录制6代的时候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有印象，最后一关的流程特别长，相当于前面的3到4关。但是4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均的。第5关也是有分支路线，下方有一个升降台的分支路线。往前走的话就是正常的路线，前面有一个载具叉车呀，这个载具好奇葩，叉车的攻击范围特别短，而且不能抵挡伤害，所以这里抢下来一辆坦克，还是使用坦克更加靠谱一点。这个坦克和合金弹头来比，前面有一个护盾。之前的作品当中都是看对面的杂兵在使用这些坦克，被击毁了之后，他们还会从坦克里边爬出来。载具的机枪位置靠后，所以设计的判定和感觉与合金弹头不大一样。前面开过来的船又是用的老素材。一会儿看看拆完之后有没有人抢救这艘船。还有本作里边使用的之前版本的素材真的是比较多，不仅是面对的敌方这些单位，甚至包含了大量的场景。合金弹头4代还算是一个质量中规中矩的作品，但是前面的2代、3代太优秀了呀！有珠玉在前，4代的地位真的比较尴尬，再加上出品的时候 SNK 正值破产的风波，导致了4代再加上5代系列的玩家都不太承认他们正式作品的地位。4代在剧情上也更加类似于一款外传性质的作品。阿马迪乌斯军本作登场之后，后面的存在感就非常弱。这里打得很小心，主要是想保存一下武器。这2个敌兵设计的在2代里边也出现了，我记得是火车的那关，刚一下来就能够看到。但是大家想一下，2代的处理方式是在关卡的一开始，主人公是跳伞，算是一个突袭。但是这个场景的话，就有点生搬硬套了。前方的战事那么激烈，
离这里也就20米。这两个家伙还在这儿晒太阳，怎么想都不合理啊！昨天我介绍这款游戏的时候曾经说过，本作有连发，但是跟百合子确认了一下，它是没有连发的。所以百合子录完这期游戏之后，可能要休息一阵了。毕竟是个妹子，手速不行啊，平时练的少。当然了，我现在年纪上来了，手速也跟不上，也没有资格说别人啊。况且我看了手速快的小伙伴，我不知道是应该恭喜啊，还是应该安慰啊？这里救出了伊文字百太郎。百太郎的身手真的可以，即使他能够空手发出波动拳，我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。结果人家发出来的是跟踪弹，相当夸张。这里的地形不是很好走，需要大量的跳跃。前方 BOSS 战了，远处的背景能够见到燃烧的第一关 BOSS 布拉格瑞斯。本关 BOSS 是一个潜艇。这个潜艇叫做深海撒旦，和2代的速记号相比，武器配置方面感觉更加丰富，但是科技感降低了。导弹阵实在是太密集了呀！往屏幕左边站是对的，因为横向的导弹是从右边来的。你在左面有更多的反应时间，考虑一下是否要把前方的导弹拆掉。这里能登上潜艇进行射击。2代的碎机号 BOSS 战的位置，由于受到地形的影响，上不去。第6关也就是最后一关了。本关百合子要开始攒手雷。整个游戏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BOSS 就是最终 BOSS 的终极形态。这里还给了个特写，我感觉就是过于幸运了。子弹擦着判定的边缘飞过去了，稍微差几个像素可能就扑街了。看着这个像素级别的判定，我想起了现在玩格斗游戏的那些大神们，他们眼里的各种招式、性能、出招的时间都是以帧计算的，每个招式所谓的加帧减帧研究的透透的。老崔近身技能上期我也提到了，是跆拳道。百合子使用的是家用机版本，在 bug 上应该有一定的修复。如果是原始街机版的话，这2个新的人物近身的攻击都存在一些问题。
其实我对这2个新人物的加入也是不大满意啊。原来的4人组多好，如果加人物的话，把原来的人物也保留，尤其是英里啊。当然了，新加入的角色也有一个女性，叫做纳迪亚。她的人设我不大喜欢啊，而且听她的名字，我经常想起另外一款游戏《纳迪亚什么宝》。当然了，我没玩过啊，我只是听说过，也不知道是一款什么类型的游戏。有小伙伴给我推荐，但是被我义正言辞的拒绝了。开玩笑，我读春秋的，不是什么游戏都玩的。手雷攒到了50发。最后一关的场景还真多呀。把手里的武器打光了，再捡激光。时间掌握的刚刚好。这里是一个机械摩根，给后面的机械艾伦登场留下了一个伏笔。经典啊，终于是有核箭弹头开了。这个载具真的是怎么用怎么合理，手感上也最熟悉。挨了一发滚雷，感觉血量没掉多少。载具不会用得太久，前面不远就是 BOSS 战了。第6关是2场 BOSS 战。首先要打艾伦2个形态，一个普通形态，一个机械形态。后面的最终 BOSS 是3种形态。在这个地方最后补充一下火力。60发雷。这个战场就是艾伦限定，太经典了呀！人形形态打完之后是终结者形态。这里百合子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艾伦打法上的变化，已经不可以用刀砍了，砍的话会被弹飞，弹飞之后你的武器就没了。虽然命还在，但是打他的效率就会降低。2代打艾伦，原地跳一下砍一刀，跳一下砍一刀，这个套路不成立了。这里的 KO 效果又是百合子家的私货呀，但这个效果应该是来自于街头霸王，而不是 SNK 自家的拳皇。最终 BOSS 全名叫做阿马迪乌斯母脑。这里是第1形态。前2个形态大概都是3种攻击方式。我最怕的是最后一个形态。2形态的时候 ，BOSS 会召唤小卫星，小卫星打爆了，能够补充一些火力。
大家想一下，现在百合子正在用单发轰击 BOSS。BOSS 爆炸之前发动了一种攻击方式，绿色的圆环。这个攻击方式在3代里边应该登场过，是火星人的载具的攻击方式。2形态的机枪虽然是扫射，但一会儿它会和其他的攻击方式配合。80发手雷了，下面的电锯是从哪儿发射出来的呀？一会儿它还能回来。99个雷了。这2部机枪组件大家也应该比较熟悉，2代第4关 BOSS 都曾经使用过，但是人家只有1门炮啊，这里有2门。看起来雷要留到最后了。这个地方和电锯贴得好近，又是利用了判定，比贴图小。所以要想把这些动作游戏，尤其是射击游戏玩好的话，各种攻击的判定一定要比较清楚。开始疯狂的扔雷啊！这里要往左移动。清2边的小机器人，现在的攻击方式还能够忍受。开始了。激光有2种射击方式，一种是高的，一种是低的。一共扔了97颗雷啊！3形态真的是比较抗打。最终 BOSS 打完之后，这里要进行拖出，它是影响最后的结局。如果失败的话，就躺在病床上；成功了，就和伙伴们一起吃成胖子。这里难度不算高，一般都能跑出去。这样才算是正式的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合金弹头4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百合子的投稿，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